整个宫殿内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这超乎想象的场景所震撼，无法言说。只有金帝天盟主面无表情，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惊讶，仿佛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这就是神明大人的力量，你们可看到了吗？此时此刻，9大神祭司的目光看向刚刚还嘲讽他们的9大副盟主，而现在神祭司的话语一出后，回荡在宫殿中，却无人敢质疑。宫门前，一道璀璨至极的光辉突然自门后凝聚而出，不是太阳的反射，也不是灯火的余晖，而是一股超凡脱俗的神圣光华。而这些光华凝聚成一道光影，光影没有色彩的斑斓，却蕴含了无穷的奥秘与力量。光影之中似有神秘符文在闪烁，它们以一种奇异的韵律跳动着，每一次跃动都让空气中的分子站立，如同奏响了一曲天籁之音。虽然这只是一道神明的意念，但是就足以让神奇联盟的所有高层人物都感到一股来自无尽深渊的恐惧感。9大神祭司此时却显得无比肃穆，脸上写满了敬畏之色，他们毫不犹豫地跪下，身姿低俯，以最虔诚的姿态迎接这位神明大人。因为眼前这道光影就是神明大人意念所化，虽然不是本尊亲临现场，可他们的心中早就充满了敬畏。这道光影不仅仅代表着的至上力量，更是他们神祭司的信仰，也是他们所信奉的神明。金帝天盟主，这位可算是只差一步之遥就能够统治诸神万界之主，在这一刻也收起了往日的威严。他缓缓拱手，目光凝重地望向那道神圣的光影，他的动作之中透露出一种难以掩饰的尊敬，仿佛在光影面前，所有的权力和地位都不再重要。而见到自己的盟主大人都如此的尊敬这道光影，9大副盟主则紧随其后，他们的身体紧绷，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他们知道，这一刻任何的言语都显得多余，唯有沉默才能表达他们内心深处对这份力量的敬畏。光影静静地悬浮在宫门之上，周围的一切似乎都被定格，时间都失去了意义，似乎有着神秘的力量在波动，既让人感到庄严神圣，又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在这股力量面前，所有的权势和争斗都显得微不足道，唯有敬畏与顺从才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是那道光影带来的直观震撼，让刚刚那些副盟主上一秒还不相信神明的力量，而下一秒就让他们在这一刻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强大。神明既能给你希望，也能带给你绝望。这一次召集你们撤退，是因为我在冥想之时，感应到诸神万界中出现了一个变数，有一方神秘国度竟然出现在了万界的某一处。光影闪烁着光芒，并且散发出神圣又恐怖的气息，他的声音无比的空灵和神圣。神秘国度，这是什么？不仅是9大副盟主对这所谓的国度不认知，就连金帝天盟主对这国度也有着认知的局限性。这个国度是什么？金帝天盟主带着疑惑之意问道。具体是什么国度我目前也不太清楚，但是我感应的那道变数就是一方国度的波动，而且在那里面有我需要的重要东西，所以想让你们前往那方神秘国度，在其中取一样东西回来。神明无处不在的声音再一次是响起。这个神秘国服目前在诸神万界的哪一个地方？金帝天眼神闪烁着一道光芒，沉声问道。据我感应到的那股神秘国服的波动，应该在诸神万界一个叫天海的地底深处，只要你们潜入深处，就能够感应到那下方的异样能量波动，只要循着这个能量波动，就能够精准地找到哪一方神秘国度。只要你们将其中的东西带回来，我将会授予你们每一位身上拥有我的神明力量。只要今后你们信奉我为你们的神明，你们的修为和实力也将会大幅提升，甚至不出5年的时间，就能够让你们迈入大道主神的领域。大道主神领域，这几个字直接在9大副盟主的脑海中炸响。他们在半道神的领域已经有着很长一段时间，即便是实力最强大的其副盟主，前段时间盟主极力给予他的一些神之资源，也只能半只脚迈入大道的门槛。而现在听到这位神明大人这么一说，直接是站直了身子，脸上挂着渴望之色，无比尊敬地跪拜而下。神明大人，只要能够让我们突破大道之境，领悟自身完整的大道之法，我们也愿意信奉你为我们心中的神明。见到9大副盟主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直接让的金帝天盟主有些无奈，心想着这些副盟主还真是胳膊往外拐得很快。当然他自己也非常的理解，在这样的诱惑下，就算是他也会这样，不然他也不会与灭神府有所合作，各取所需，一同完成他们的大计划。见到这9位副盟主如此的识时务，神明的声音带着满意之色从光影中传出。好，希望你们能够一切顺利地将我所要的东西带回来。旋即下一刻，光影中竟是浮现出一块蔚蓝色的神秘方块石，其副盟主伸出手臂接过这块神秘方块石后，定睛一看，便是发现神秘方块石上竟是刻画着让他们无法理解的符文，那些符文仿佛是代表着一股神秘的力量。这是神明石，只要你们找到那一方神秘国度的位置后，拿出此物，就可以感应到我所需要的那个东西。
不管到时候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们都必须将那个东西带回来。只要我获得那个东西后，整个诸神万界如今的格局将会彻底的发生一场大变数，而你们神奇联盟想要统治诸神万界的野心，也将会在一夜之间实现。而你金地天盟主也可以成为万界的主宰，统领一切。到时候想要铲除那2大超神巨擘势力也不在话下。这一次将你们紧急召回来，这还只是其一。其二就是，如果你们一直攻打下去的话，不但灭不了神元宫和丹神塔，然而还会让自身陷入这一场战局中，无法抽身。神明的声音传入在每一位高层人物的耳朵中，同时这句话也让的金地天盟主和9大副盟主等人感到不解，因为明明他们这边有着绝对的优势，而且金地天盟主还准备施展出3道合一的力量，一旦这股力量爆发，即便对方有一位刚登临造化之境的丹神塔塔主，也将不是其对手。可为什么这位神明会这么说呢？你们还不明白吗？连魔神都无法击败那位元尊，就足以说明魔神和元尊都留了一手。而且神元宫的天元军拥有着气运之息，如果长时间战斗下去，天军神战队会处于完全劣势的局面。一旦神元宫这边逆转局势，然后必定会前往丹神塔支援。即便是你3道合一下，你觉得可以对抗那位元尊吗？神明将这一次的战局分析得非常的透彻，他们听后直接露出惊惧的表情。如果真如这位神明所说的话，他们的确会陷入一场危机之中。为何那元尊如此厉害，就连魔神都暂时撼动不了他？金地天以及9大副盟主纷纷对此感到无奈。那位元尊的实力真的太过强大了，他当年也只是从第2等级世界飞升上来的序列神，为何如今可以成长到如此的巅峰高度？也不是魔神撼动不了，而是他们2个目前谁也撼动不了谁。但是一旦他们选择生死之战，必定会2败俱伤，或许是魔神险胜，要么就会是元尊险胜。如果是元尊险胜的话，你们这一次入侵他们势力的所有人都会有去无回。还有，之所以那位元尊如此的强大，那是因为他是无上的传承者，拥有特殊的气运之力，可将整个大宙的气运加持己身，来提升自身的运势。更确切地说，他是无上运神的传承者。此话一出，直接让在场的所有身影顿时僵在了原地。无上运神的传承者，无上那可是大宙传说中的存在，是神奇境之中的最高境界。一旦迈入无上之境，就能够掌控一方世界的法则，法则更是可以改变原有的法则。不管过程发生什么样的变数，到最后还是会以无上神最初的法则神念而演变下去。法则乃是凌驾于道法规则之上的更强存在，同时也是大宙中最高境界的标志。而如今的大宙中，更是没有任何一人可以达到无上之境，整个大宙中都只能诞生5位无上神，而这位元尊竟然也是一位无上的传承者，而且还是那位可操控气运运势的无上运神。这也难怪他会如此的厉害，比起另外3位无上传承者强大太多了，简直不在一个层面上。金地天盟主眉头微微皱起，如果元尊真的是无上的传承者，那么想要击败他岂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神明自然读到了金地天盟主心中的这道想法，继续传出空灵与神圣的声音。想要击败他也不是不可能，刚刚我说过，只要他不是无上主神，就能够改变诸神万界如今的变数，而这个变数中的所有万物神灵都会随着变数从而发生一系列的毁灭。即便是元尊也无法阻止这一场由我带来的变数盛宴，到时候你们神奇联盟就是诸神万界的最强霸主，你的野心不就完成了？神明的话语直接是触动着金地天盟主心中的那一道弦，荡漾出一道道涟漪的波动。所以只要你们能够帮我在那一方神秘国度中拿到我所需要的东西，就能够快速实现你们的野心了，并且还能够获得我授予的神明力量。到时候你们的实力也将会在5年内迈入大道主神的领域，而金地天盟主也能够迈向造化之境的中期。金地天一听到在5年内可以让自身的修为突破到造化中期主神，即便是他在淡定，他的脸上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掩饰，体内的神力澎湃激打起来。为了不出现任何的意外，我与9位副盟主一起亲自前往那方神秘国度。金地天盟主此时直接主动提议自己也前往神秘国度，以最快的效率拿回神明所需之物。这样一来，不仅他的野心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更是还能够让自己的修为再一次的提升一个小境界。但就是这小境界的提升，也将会是2个不同小境界之间的巨大差距。造化中期的力量，那可谓是将规则之法引动得更为淋漓尽致，爆发出更为玄奥的力量。好，那么这件事情就交代给你们了，一定要务必完成，这其实也是在帮你们自己。神明的声音回响在这座巨大的宫殿之中，而金地天盟主以及9大副盟主立马肃然起敬，全身上下充满着强大的气息，